你知道吗？钱是会选人的。很多人之所以赚不到钱，不是因为他不够努力，而是他不懂金钱的运行法则。如果你连钱是怎么来的都不明白，那你肯定永远赚不到钱。盐铁论里讲，富在术数，不在劳身。勤奋和努力是搞钱的必要但不充分条件。说人话就是无知必不可，有知未必行。如果你只会拿自己的体力，拿自己的时间去换钱，那你一年到头能赚多少钱？最多几万块，几十万到顶了吧。毕竟吃馒头就能恢复体力，所以体力的成本不值钱。那如果你还有梦想，想去赚上100万、上千万，光靠努力是肯定不够的。那问题来了，钱它到底是怎么来的？答案很简单，是主动找上门的。人找钱难，钱找人易。如果说你想致富，你就记住了，你可千万不要追着钱跑，你应该想办法让钱主动的来找你。因为钱这个东西，它有生命力，有灵性，从它诞生的那天开始，它就在流转不止，生生不息。他会主动去寻找他自己喜欢的主人。有的人他就特别吸引钱的喜欢，钱就追着他跑；有的人就特别招钱的厌恶，然后煮熟的鸭子都能让他飞掉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很简单，打造出自己的吸金体质。比如说你喜欢一只蝴蝶，你千万不要去追蝴蝶，人家会飞，你追不到。你应该怎么做？你应该准备好花盆、花种和肥料，等花开了，蝴蝶自然就会飞过来了。这个就叫做吸引力定律。而这一个吸引力定律，咱们怎么用在赚钱上？吸引钱自动上门呢？接下来就重要了，我要告诉你10条吸引钱的办法，帮你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吸金体质。只要你能做到其中的1半以上，钱它就会自动而来。1，把你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当成你自己的财运使者。看见财神你应该什么反应？面带微笑很有必要吧？嘴甜一点很合理吧？真诚相待不过分吧？所以尽量友善地去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。财神是神，自然有千般相，你既然辨不出来哪一个是，那就尽量一视同仁。所以那些喜欢骂人的朋友们注意了，你的财运是怎么丢的？财神都是让你给骂跑了。多做一些不以回报为目的的付出，大方的付出，去积极的帮助别人，不要太在意当前的回报。你做你的善事儿，别人怎么对待你那是别人的选择。当你不期待别人的回报，你所有的付出就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回馈到你的身上，或早或晚。3，就是要学会给你现在正在做的这件事情赋予意义，然后把这个意义当成你的信仰，坚定的祷告。我不是在叫你什么封建迷信，说白了就是要学会给自己找一个心灵依靠，这样子你才能更加的坚强。
你不要只靠自己独自应对，要有一个心灵上的信念。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人只有看见他才相信，但少数的富人都是因为相信所以才看见的人。4就是每天一定要对自己说，我要发财了，我要发财了，我要发大财了。你重复的次数越多，那来的钱就越多。这是一种极其强烈的自我提示，更是一种极其积极的自我预测。这可不是什么迷信，更不是什么自欺欺人。很多心理学家都已经做过无数次的实验，验证了这种积极心理暗示的意义。5帮他人盈利，你才能挣到更多的钱。损己利人，那是圣人，不要拿那个标准要求自己。损人利己，那是傻子。坑蒙拐骗来的钱不是钱，而是造下的业。与人合作的时候，讲一个互利共赢，不要损害他人的利益就可以了。当你有能力偿还债务的时候，你就要主动的去偿还一部分，千万别等着别人来跟你要。人的心胸有多大，你的钱袋子就有多大。舍得二字，舍在前，得在后。人生一世，少舍少得，多舍多得，不舍就不得。6千万别占别人的任何便宜，当你拿了不该拿的，你就得了不该得的，身上就背了不该背的。记住，早晚都会加倍偿还，这个叫做因果律。世界上1%的人都是吃小亏但得大便宜，而99%的人都是贪小便宜吃大亏。有钱人是少数人，都是源于那1%。7养一张金口，日常说话要注意自己内心的语言和思维，尽力去消除那些穷思想和穷观念。比如说什么赚钱太难了，我为什么总是没钱呀，现在做什么生意都不好做等等。不要让这些负面的话去影响你的内心，更不要把这些丧气话挂在嘴边。你这些不经意的负面能量会不停地消耗你的财运。8不要和别人攀比。人最好的能量状态叫做平衡，一旦你眼里只盯着别人有的，而你没有的，你整体的状态就会进入到失衡的状态。天之道，是损有余而补不足，但人之道，是损不足奉有余。你的攀比思想和行为非但没法给你带来更多的能量和动力，反而会加速你自身能量的流失，然后导致你越没有就更没有。9要相信自己值得拥有美好的东西，也配得上所有的美好。你自己就有资格过上幸福的生活，不要让不配得感来决定你的人生。你的过去不等于你的未来。你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不是来偿还罪孽的，不是来承受困苦的。时刻告诉自己，你就是最好的，你是来享受生活，体验美好的，一切幸福你都值得拥有。10要学会真心的祝福别人，这也是最重要的一条。简而言之，就是千万不要嫉妒你身边的人好。当你见不得别人好的时候，
别人未必不好，但你肯定不好，因为你内心没有美好，心里没有叫心穷。人穷穷一时，心穷穷一世，一切福田，不离方寸，从心而觅，感无不同。心力影响愿力，一个人能赚到多少钱，其实都是内心投射的结果。把心修好，赚钱自然水到渠成。所以说，钱不是赚来的，钱是修来的。当有一天你跟钱的能量匹配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财富自动来帮你。凡是真正赚到钱的人，尤其是持续赚稳定的人，他都是修自己的，所以他不需要去抓外面的东西。你发现没？凡是抓外面的东西，不管是你抓资源、抓关系、抓老板、抓员工，那个东西的变化性都是你不可以控制的。如果说有一个东西假设是你可以控制的，那一定是你自己，是你的心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，万物流转。经典说，诸行无常。老子在《道德经》中说，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这些话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。天地间唯一不变的就是变，这似乎是个真理。世界上永恒不变的就是所有事物都处在不断的流转之中。同时，物理学的一个重要定律，能量守恒定律告诉我们，能量既不会凭空产生，也不会凭空消失，它只会从一种形式转化成另一种形式，或者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另一个物体，而能量的总量则会保持不变。01能量守恒定律如何体现在人生的命运中？首先，我们要清楚一个概念，什么是财富？真正想要弄懂财富，第一要知道它有两个部分，内在和外在，精神和物质，阴和阳。从物理学上来说，就是能量和物质。第二，要明白财富的转化规律。财富可以从物质转化成能量，也可以从能量转化成物质。所以，财富是精神和物质的总和，是阴阳的总和，是虚实的总和。比如，股票和银行存款是虚的，看不见的财富；现金是实的，看得见的财富。那么，内在的财富是什么呢？爱因斯坦早就提出，所有一切的物质都是能量的表现形式。如果能量非常密集，就表现为固体；能量稍微疏松，就表现为液体；能量再稍微疏松一点，就表现为气体。如果能量完全疏松，就表现为无形态，连气态都不存在，它就成为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。虽然这一切看不见摸不着，但是它可以转化，就好像空气、宇宙射线、太阳能、氮气都是能量，但这些能量我们抓不住，只可以通过一种方法来转化它。农民就使用了这样的方法，他通过种粮食把太阳能、氮气、土壤的营养、水分等转化成食物，就是从无形转化为有形。
中国古人把能量叫德，易经中说厚德载物，厚德就是能量，所以一个人无德，也就是说没有能量，他就不可能获得成功和物质。有人没德也有钱，但一旦有了物质却没有能量时，悲惨的命运必定来到。如果有能量，即使没有物质，但一定处处皆是吉祥、喜悦和幸福。所以要明白能量对生命的贡献。能量是财富重要的表现形式，能量等于看得见加看不见的，等于物质加精神。所以我们就明白了，中国老祖宗太有智慧了，他们早就认识到内在和外在其实是一个整体。02财富是德，能量是德，财富就是外在，就是德。而我们内在的能量、福气就是德，所以当内在大于外在时，能量就会转化为物质，于是财富会自动存在。当外在大于内在，也就是能量不够的时候，物质会自动消失，对应到生活当中就是出现健康、财富等外在的损失，甚至灾难。由此就能更好地理解我们常说的厚德载物是什么意思了。物质就是钱、地位、房子、子孙、家庭、名利，这些从哪里来？中国的老祖宗告诉我们，这些从德里来。所以我根据能量守恒定律总结出了厚德。明武宗正德初年，安徽有一位商人名叫王善，他已40岁了，还没有孩子。有一位精通风水的算命先生，预言吉凶祸福特别准确，一看见王善就忧愁地说：你还没有儿子？王善回答：对呀。算命先生说：你不但无子，到了10月更有大灾厄。王善很相信那位算命先生的话，急忙赶到苏州整理财物回家。当时正值梅雨季节，河水高涨，不能坐船，他只好暂住在旅馆中。到了晚上，雨停了，他到河滨散步，看见一位少妇投水自尽，他急忙呼叫渔夫说：谁把这位少妇救起来，我就给他20两金子。许多渔船竞相拯救，那位少妇才能活命。他照数付钱后，问那位少妇：你为什么要投河呢？少妇回答：我丈夫出去帮人做工，家里养了一头猪，想要偿还租金，昨天把猪卖了，没想到得到假的银子，我怕丈夫责备，又觉得贫苦不堪，所以不想活了。王善听了很同情他，问那头猪值多少钱，并且加倍救济他。那位少妇回家时，在半路遇到她的丈夫，一边哭泣，一边把事情经过告诉她的丈夫。她的丈夫感到怀疑。太阳下山后，夫妇俩人就到王善住的地方对峙。王善已经关门睡觉了，丈夫叫妻子叩门。王善问：你是谁？少妇回答：我是投水的妇人，特别来向你致谢。王善很严肃地说：你是少妇，我是顾客，
夜晚不宜相见，赶快回去。如果你有意，明天邀你先生一起来。她丈夫的疑惑当场消失，很惶恐地说：我们夫妇同在这里。王善披着衣裳走出户外，忽然听到房子轰然一声。王善惊讶地回头看了一下，床后的土墙因为久雨而倒塌，把床压碎，否则王善就首当其冲了。夫妇赞叹和感谢王善而后离去。王善回到家乡，又遇到那位算命先生。算命先生很讶异地说：你满脸阴质纹，一定做了很大的阴德。你不但已经免去灾厄，而且祸福无有限量，慈悲悟命，能一定数厚德厚物，薄德薄物，缺德缺物，无德无物。因为能量和质量永远要追求一种平衡。电影是由电影机放出来的图像，我们的人生就像一场电影。我们生命中所呈现的一切，家庭幸福，身体健康，子孙成才等等，这个叫现象，都需要一个最根本的东西推动，就是能量。那么能量守恒原理是怎么产生作用的？一、被动，宇宙自平衡。第一种，德厚，精神超出物质自动平衡。当我们的德比较厚，精神超出物质的时候，宇宙有个规律会自动恢复平衡，使得物质和精神平衡。物质会自动出现，物质和能量要平衡，必须进行相互之间的转化。我们人体也是一样，阴阳不平衡时就要生病，阴阳极度不平衡了就要死亡，这是无法拒绝的。同样，很多时候财富也是拒绝不了的，成功是无法拒绝的，是无路可走，无法选择的，就是这个道理。第二种，德薄，精神低于物质被动平衡。如果一个人得很少，物质太多，结果就是多出精神的这部分物质会消失，这也是无法抗拒的事情，甚至会出现天降灾祸。所以现在大家知道灾难是怎么来的了吗？用古人的话说，就是德不配位。就像用 0.5 吨的拖拉机去拉5吨的黄金，结果就是车毁人亡。我们永远不要去看重物质，永远要把注意力放到精神上。当我们去积德的时候，就算物质暂时得不到，但是心里会觉得特别美，生命会特别喜悦。爱因斯坦后来说的，能量质量乘以光速的平方 EMC， 其实中国古人在2000多年前所说的厚德载物就表达了同样的意思。这正是我们中华智慧、中华文化的伟大和超越之处。而主动创造平衡，改变命运。当我们明白了能量守恒定律后，就可以主动运用这个定律，去创造平衡，主动改变命运。当我们发现生命中的物质远远超出自己的能量，外在的拥有远远超出内在的精神时，就可以主动把外在的物质奉献出去。
拿去支持传统文化、经典教育等等，把它捐献出去，让这部分物质回归到能量状态，这样就实现平衡了。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道理，就会拼命追求物质，正如有很多老板赚了很多钱后大量买别墅、车子，非常奢侈，却不去补充精神的能量。最近还有好多明星也屡屡爆出问题，就是他们利用自己的名气来赚钱，不断地在消耗自己的德，但对广大的粉丝来说，并没有带给他们心灵和精神上的启迪，行为上也没有做出表率，也就是在败德。我心中真的为他捏一把汗，因为如果不积德，他之后会发生什么谁都不知道。所以智慧的人在事情发生之前就解决了，不智慧的人是等事情发生了才去解决，但是有些事情一旦发生了再去补救就已经来不及了。反观李连杰、黄安、刀郎、王菲等明星，现在都在用自己的影响力在宣传正能量，在积累等多的德。总而言之，怎样将能量守恒原理应用于我们的生命中，核心就是永远让内在大于外在，让精神大于物质。我们有智慧的人能够提前了解明白这些原理，就要去好好珍惜并努力运用在生活中。财富的问题不是简单的钱的问题，而是你生命能量导向的问题。钱是人的生命能量变现出来的，也算是福报变现出来。许多人赚钱就为了更好的享乐，相当于你把生命能量用来享乐。生命能量可以转化为智慧，转为阴德留给子孙，可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觉悟。阴德看不到，钱看得到，所以被钱给骗了。很多人一辈子努力赚钱，就变成物质来享受，这辈子就白来了。古人讲安贫乐道是一种很高的境界，它虽然财富上不多，但它有道，朝闻道而夕可死焉。它虽然财富上不多，但它生命的能量都在体验到，这个人生才是有意义的。现在人所以短命，都是因为浪费福报严重的缘故，这里头包括吃穿中浪费最多。人吃多少东西，就要耗费多少元气，而元气是先天的，后天不可补充的。元气耗完了，你就没有胃口吃了，吃不下了。很多人生命能量转为钱，结果家庭、儿女、身心健康、智慧都消失了。钱有了，生命能量却空了，所以智慧、儿女都一般般了，这就造成了富不过三代。你钱财是无法留给儿女，但你生命能量可以留给儿女的。多为他人和社会付出，多做社会公益事业，弘扬传统文化，教人修身向善，多积累阴德，如此福禄寿方可绵长。做了善事，只有自己知道，而他人不知道，这就是阴德。一旦别人知道了，就变成了名声，财富
这些外在的东西了，有很多灾祸，德都在暗中给化解了。这就是老祖宗说的无为，无不为，德不配位，必有灾殃。就是说，这个人做的官越大，责任越大，明的暗的事情也越多，但是德不够，很多事情化不开，就完蛋了。口说善言，积德人缘，行为端正能招贵，心存仁爱的康寿，无我不施的富饶，心生自在。从外在方面看，当你善事做多了，德行得以积累，自然容易感召好的事情。内在方面，做这些事的时候，同时也是在滋养自己的心神，心气好了，自然也可以吸引吉祥气。当然，行善最好的是无相之善，积德最好是上德不得，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。一直谨记这句话，想做就去做，别存在目的性。所以要改变命运，就看你如何积阴德了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财富是心灵的显化。愿你心善念正，频率高远，让宇宙为你打开丰盛之门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